大家好，欢迎来到 K 线西游战法频道，订阅我的频道，读懂 K 线背后的秘密。今天是北京时间2022年12月10日下午的12点38分，在这里呢为大家解读比特币的行情。首先呢，我们看一下外围市场道琼斯工业指数昨天下跌了0.9%啊，这样的下跌呢，在这轮行情当中，我们已经看到了一个周一出现了一个悟空阴线啊，悟空阴线是标志性的阴线，也就是一段行情运转过程当中出现了一个有别于横盘震荡、有别于上涨过程当中的一个标志性的阴线。悟空阴线走出来之后，走八节阴线啊，八节阴线走完之后，出现了两个阳线的震荡啊。第一根阳线的震荡呢，它的反弹幅度是0%啊，因为低开，所以表现的是阳线。那么第二根阳线呢，是反弹了0.55%，在两个阳线啊。诱骗性的阳线、缓骗性的阳线，这两根阳线呢是妖怪 K 线啊。我们把第一根标志性的阴线呢叫做悟空阴线啊。悟空阴线走出来之后，走八节阴线，八节阴线后面连续两根阳线干扰了我们对下跌方向的一个判断，所以呢这两根阳线呢叫做妖怪 K 线啊，妖怪 K 线之后呢，又重新走出了一个阴线。那么整个这四根 K 线，我们管它叫什么呢？叫八节阴线组。那么上方有悟空阴线组、八节阴线组，下方就有沙僧阴线组和唐僧阴线组的一个预期。这样呢，在日线级别上，我们有日线级别下跌西游的预期。日线级别下跌西游预期从哪儿来的呢？因为整轮行情我们看到了，它是一轮周线级别的反弹西游，反弹西游的起点位置呢是下跌通道的下边线这个位置啊，下边线这个位置上开始反弹，分别走出了一个悟空阳线、八节阳线、沙僧阳线组和唐僧阳线。唐僧阳线走完之后啊，连续三根阳线的震荡啊，都处在一个筹码密集区。整个行情呢是一个周线级别上涨西游。根据我们 K 线修战法，有时间级别切换、方向切换的理论在这里面，所以呢，周线级别上涨西游之后，有日线级别到周线级别对称性下跌的一个需求啊，因此呢，当前行情当中，日线级别目前走在了八节阴线的这个位置。那周线级别呢，我们看到一个标志性的阴线啊，也叫悟空阴线已经走了出来。所以呢，这轮行情是有走日线到周线下跌西游的一个预期的啊。如果出现周线级别下跌西游，行情会重新打到下跌通道上来。如果发生极端行情，会出现平行于2020年2月的这个快速下杀，最终呢让美股迅速下跌。然后我们回到比特币的行情当中来啊，在小时线和4小时级别上，我们看到了一个收敛三角形，底部位置出现4次等位置，位于$16,000的4次等位置波谷。因为江恩的4次等位置波谷法则啊，4次等位置波谷之后容易出现一个新低，但是这里没有出现新低啊，原因是它的这个法则是通用法则，出现新低呢是大概率的，但也有概率不走出新低。那行情走到这里面，我们在波峰连线和波谷连线形成的这个收敛三角形当中啊，看到了一个反弹现象的发生。反弹的时间级别我们判断呢是4小时级别。4小时级别的反弹这个位置是那么我们观察到美股它的反弹级别是周线级别反弹，所以呢比特币是远远弱于美股的。那么在反弹过程完成之后也就是4小时级别上涨西游完成之后，行情出现了一个标志性的阴线。那这个阴线呢，4小时级别的阴线呢，我们叫它悟空阴线。悟空阴线走出来之后，走八节阴线组和沙僧阴线三个主要的阴线信号走出来之后，行情打到了什么位置呢？打到了4小时级别144日均线和169日均线的这个支撑位上。那随着美股在上一个交易日的反弹呢，我们看到比特币出现了一个跟随效应，跟随之后呢，把这个悟空阴线4小时级别的悟空阴线完全杀死了。所以呢，我认为在这轮行情当中，比特币是有可能发生日线级别反弹的。那么如果出现日线级别反弹，我们应该把11月30日的这根阳线当做悟空阳线，那么后面所有的震荡呢都是妖怪 K 线干扰了我们对行情判断
啊，把这些 K 线整合到一块儿，形成一个悟空阳线组。那么如果出现日线级别的反弹呢，它的目标位大概是在18000点到19000点这样的一个区间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看到行情这里面是有阻力位的。那么第一重阻力位我们看到啊，基于日线级别上，它是由9月份波峰连线连接过来的。那么行情上方啊，上面的阻力位呢是一个底边线的位置啊，这个位置呢大概是在19000美金，是由比特币从3万点跌到17605之后，通过震荡形成的4次波谷啊，在这个19000美金形成的一个阻力位。那么我们就有了一个日线级别，如果比特币出现日线级别上涨西游，它的一个最重要的阻力位，那么这个阻力位是我们布局什么的位置呢？我认为是布局空单的位置，因为行情走到这个位置上，走在当前的这个位置上，日线级别的144均线和169均线依然处在一个下跌的趋势当中，所以呢，做空是主要的方向。在行情主要方向已经确定的基础上，找到合理的布局空单的位置，也就是18000美金到19000美金这样的一个合理的布局空单的位置，是我们应该做的啊。只有这几点，把握住趋势，找到位置，进入仓位啊，就能够在趋势上得到获利。那么同时呢，我们看日线级别上啊，在11月8日这天，日线级别上出现了一个悟空阴线，11月9日出现8件阴线。那么行情走到这里面，对所有的 K 线系统来说啊，10月9日后面所有的 K 线来说，它都是干扰性 K 线，干扰了我们对下跌趋势的一个判断啊。所以呢，更大的一个时间周期上，我们观察到啊，行情仍然处在下跌的趋势当中，所有的震荡呢都是围绕8件阴线展开的。那么下方对于下跌趋势啊，我们就有一个沙僧阴线和唐僧阴线的预期，最终呢形成一个日线级别的下跌西游。那么如果日线级别下跌西游得以发展的话啊，那么基于11月初的这个周线级别的悟空阴线啊，下方就有可能走周线级别的8件阴线、沙僧阴线和唐僧阴线。那么如果最终出现新的一轮周线级别的下跌西游，行情目标位10500美金附近。那么从以太坊对比特币的这个交易对上来看啊，它一直是处在一个非常重要的压力位啊。这个压力位呢，大概是在0.075附近啊，是由10月份波谷连线连接过来形成的一个压力位。那么再往上一个时间级别呢，在日线级别上，我们看到日线级别上同时再往上的一个压力位呢是在0.082啊，这个位置呢是非常难到达的啊。这个0.082是怎么来的呢？是由去年5月份波谷连线连接过来之后形成了一个重要的压力位啊，目前来说是很难到达的。那么在周线级别上，我们已经观察到了9月份这一周出现了一个悟空阴线，周线级别上后面所有的 K 线都是妖怪 K 线，也就是对我们空头方向的一个干扰 K 线。那么下方周线级别就有8件阴线、沙僧阴线和唐僧阴线的一个预期。最终呢，如果形成周线级别的下跌西游，会出现平行于6月份的这波快速下涨。所以说呢，以太坊对比特币它是一个快速下跌的一个过程。然后我们看以太坊对 USDT 的一个交易对，在这个交易对上，我们观察到横盘震荡形成了一个突破行情，依次突破了5月份波峰连线形成了一个压力，144均线和169均线压力，然后在1700美金附近发生下跌回落。1700美金是4877高点波谷连线构成了一个压力。下跌之后，在日线级别上形成了一个悟空阴线和8件阴线。那么目前所有的震荡呢，都在这个8件阴线的势力范围。那么下方就有沙僧阴线和唐僧阴线的一个预期，最终形成一个日线级别下跌西游。那么行情走到这个位置上，我们观察到一个非常重要的焦点位。这个焦点位呢是由波峰连线和波谷连线构成的。焦点位呢类似一个黑洞效应，所以呢这个黑洞效应影响下，以太坊的价格容易下穿下来。那么如果下穿的话就会跌破1100美金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支撑位，最终呢可能会形成一个
周线级别的下跌。那么目前周线级别上，我们观察到8月份形成悟空阴线，然后8戒阴线组，那么目前行情处在杀僧阴线的势力范围，所以呢，杀僧阴线代表了我们的人生多震荡啊，因此呢，行情在这个位置上更多的震荡啊，但是我们在这个位置上已经观察到焦点啊，焦点的吸引力作用有可能在12月中旬发生啊，今天是12月10号，12月20日啊，这个焦点位啊，在这个12月20日出现，所以呢，这个位置一定要小心，行情出现快速回落的可能性啊会加大。昨天我做了一个操作啊，就是平掉了 BNX 的空单啊，暂时平掉了。因为这个世界是反的，昨天它是在底部出现之后啊，我认为它有可能出现一定的反弹，因为今天啊它有10万枚要进行释放啊，有可能出现一个急拉的过程。为什么释放还要急拉呢？因为这个世界是反的啊，它做这个急拉动作啊，原因是啊，这个筹码释放出来之后，很多人会要拿出卖的，但是它拉一下之后啊，很多散户就不会去卖，而且可能会发生买的动作，所以啊，我从这个角度出发啊，规避掉了这个风险。但是释放之后还是要继续下跌的，为什么还要继续下跌呢？因为它的趋势就是下跌的趋势啊。总量是2100万枚啊，然后有一部分流动开来之后啊，对于 BNX 流动开来之后啊，今天释放了10万枚，但是我们在日线级别上观察到了，日线级别上方出现了一个日线级别下跌吸油。第一轮日线级别下跌吸油出现之后，走第二轮日线级别下跌吸油，分别是悟空阴线、8戒阴线、沙僧阴线组和唐僧阴线。唐僧阴线走出来之后啊，两轮的日线级别下跌吸油宣告结束。但是时间级别我们将要放大到周线级别，在周线级别这个角度来看啊，我们看到了标志性的阴线是在11月28日这周出现的。悟空阴线走出来之后，8戒阴线正在走。那么接下来的行情很容易走出沙僧阴线和唐僧阴线，最终呢走一个非常趋势化的动作，周线级别下跌吸油。为什么还判断这么走呢？因为前面前车之鉴呢，在这个位置上我们看到它有一个上涨吸油，分别是悟空阳线、8戒阳线组、沙僧阳线和唐僧阳线，非常标准的周线级别上涨。往往是盐是从哪儿咸的，糖是从哪儿甜的，对吧？怎么上涨上来的，就容易怎么跌下去。所以呢，这个位置非常容易出现对称性的周线级别下跌啊，所以今天可以继续做空啊。当然了对于这种深度非常差的币种来说啊，一定要低倍杠杆。目前币安平台也是给出了风险提示之后啊，从20倍杠杆降低到了8倍杠杆，原因就是它的波动大啊，那个风险大，同时收费特别高啊。收费高在哪儿呢？就是每隔几个小时就要收一个资金费，而且它的这个资金费不是按比如说以太坊，比如说比特币的这种永续杠杆啊，每8小时收一次啊。BNX 这个不是 ，BNX 大概可能是2小时就收一次，所以资金费率非常高啊。做它一定要降低杠杆设置止损。然后类似的东西啊，就是刚才我们说了 BNX 容易出现一个对称性的涨跌啊，周线级别上涨吸油之后容易出现周线级别下跌啊。那么历史上有没有同样的 K 线出现呢？是非常多的啊。我们拿这个 Waves 来看啊 ，WAVES 啊，这是一个游戏板块，在前面的行情当中啊，年初2月份的时候，我们发现啊，它走出了一波行情。这轮行情呢，用 K 线吸油战法就可以化解成周线级别上涨吸油。我们现在已经调到周线了啊，周线级别上涨吸油的悟空阳线一定是标志性的阳线。这根阳线呢，我们看啊，突破了50日均线和10日均线啊。我们看到这里面画的是蓝色线是50日均线，粉色线是10日均线。突破之后形成悟空阳线，悟空阳线标志性阳线出现之后走8戒阳线，然后沙僧阳线和唐僧阳线。这个位置呢，我们在会员群的朋友啊，非常知道这个币种啊。我在会员群说了啊，周线级别上涨吸油完成之后啊，容易在近几天啊出现一个下跌，所以呢，大概是在59到60美金附近啊开始布局空单。后面的行情我们看到对称性的下跌出现了，但是我们在中途18美金附近啊离场了。因为你吃一波行情不可能从鱼头吃到鱼尾啊，吃鱼身就可以了。那么在这里面我们就看到了
对于比特币世界来说，特别是很多山寨币、热门币种来说，它的周线级别上涨往往是行情见顶的阶段性见顶的一个标志。那么基于这个熊市来看，我们看到它最终走出了什么呢？走出了一个周线级别的下跌西游，并且在周线级别下跌西游结束之后，又重新走出了另一个周线级别下跌。所以呢，我们观察到这个位置上看到了行情有的时候是对称的，有的时候会把多头的利润加倍奉还的在空头方向上加倍奉还的所以呢，这就是对多头的一个全面斩杀。那么行情走到这里面，对于 Waves 已经跌了95%以上，我们看最大跌幅已经97%。那么能不能抄底呢？我认为还需要耐心等待等待比特币和以太坊纷纷见底之后然后再考虑进场这个 Waves。毕竟呢，它不是当前的一个非常热点的项目，但是对于 FTT 来说它是一个热点。为什么呢？ FTT 是一个快速下跌之后的一个币种。我们看到在周线级别上一周基本见底，见底之后行情一直震荡震荡过程当中，昨天出现了一个放量的动作，并且这个放量的动作呢，让均线系统出现了一定的变化。我们看到了4小时级别线上这里面有个非常标志的两组非常标志的线，一个是蓝色线50均线，一个是10日均线它两个是一组。然后绿色线是169均线，黄色线是144均线分成两组。分成两组之后一组均线当做操作线50均线和10均线当做操作线。那么观察线呢，就是144均线和169均线那操作线突破观察线之后，就形成金叉只做多不做空。那么操作线跌破观察线之后，只做空不做多。那么目前 FTT 这种浪子回头币完全符合我们的战法，符合战法之后有仓位进场在回调当中进场之后，如果跌破的话我们就要立即止损。那么目前看到它我们止损位大概是在1.5美金附近。那么行情走到这里面，我们分了4个仓位进场然后已经进场了1个仓位然后后面还有机会的话我们还会做它，因为它下跌了98%以上我们测了一下真实的下跌幅度从这里测吧这个位置就是95了。那么上方还有空间它的高点大概是50几美金，高点是85美金，那么已经跌了99%了，算99%吧所以呢，它的上涨的空间是非常巨大的。虽然 FTX 交易所爆雷，无法提现、无法提币、无法交易但是如果它出现一丁点的可能性，就构成浪子回头。那么一个人十恶不赦，被投放到了监狱，但是他在监狱中的种种表现、种种善举都会让人们觉得这个人会变好，所以呢，很多目光都会关注他甚至很多这个资金都会涌入这个人。那么对于山寨币也一样那暴富的机会呢，往往存在于这种浪子回头币的身上。所以呢，对于这种可以做一些关注类似的币种呢，我们刚才说了有可能成为浪子回头币的可能是 BNX。那么目前它还在下跌当中那么之前有 Luna C 有很多这种币种都是可以进行关注的。同时呢，关注的同时也一定要注意风险因为这种币种风险还是比较大的。小仓位进入以小博大是我们在行情当中应该做的首先应该保住我们的本金，再谈利润。那么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对我 K 线西游战法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在主页右上角淘宝链接上购买我的这本同名书籍。同时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希望大家能够订阅我的频道，加入我的 Telegram 群或者 VIP 群。感谢大家，再见。